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两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大家好，欢迎你们。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小邹，31岁，来自河北，司机；小石，29岁，来自河北，无业。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们遇到了什么问题？现在生活太黑暗了，让我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也在努力付出啊，可是他总觉得我是个拖油瓶。婚后对方变了吗？他现在比林黛玉还娇弱，我感觉根本没有必要。他对我的态度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有什么想对对方说的？他能不能积极一点，为我们的将来好好考虑一下？别总逼我，多理解一下我的感受吧。那咱从黑暗开始说你们的生活，还是先从光明的地方开始说呀？先从光明开始说吧。先从光明好。你刚才说你们俩是相亲认识的是吗？对，家里面介绍嘛。然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感觉他挺有意思的，就是挺有趣的，就感觉两个人也特别合拍嘛。然后就是互相都挺有好感的，然后就慢慢走到了一起。到后面的时候，我有一次特别不舒服，然后去体检的时候就查出了有那个甲状旁腺癌。那个时候因为刚在一起没多长时间，只有3、4个月，反正是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就觉得我们可能会分开。但是他就是没有跟我提分手，然后反而是一直在照顾我嘛。然后我当时也是特别感动。病好了以后我们就结婚了。给我求婚的时候还给我做了一个特别浪漫的视频。然后我当时看完以后还是特别感动。能欣赏一下这个视频吗？可以。来，咱们一起看一下啊，这个甜蜜的视频。就是因为当时不是在住院嘛，住院的时候，然后他就每天就给我送饭，然后那时候正好也是夏天，就特别热，还经常下雨。有一次输液了，然后我的手肿了，然后他就给我带了一个土豆，切成土豆片那种薄薄的土豆片，然后敷到我胳膊上，然后给我消肿。哦，就刚才里面有一张照片，就是那个手上贴的那个，那是土豆片，就这个。对，就是对我特别好。但是到后边就是现在结婚2年了，然后我就感觉他现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就不再关心我了。那怎么婚后就开始变了呢？自从结婚了以后，我就发现他跟结婚之前就完全不一样了。结婚之前呢，他还什么都听我的，但结婚以后他就完全都什么都不听我的了。结婚2年了，我们想要一个孩子，他现在也不愿意生。结婚以后他没有工作，我想让他找个工作，他也不愿意找。干什么都催餐阻似的，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过下去了。不着急，咱们慢慢说啊。这个找工作不找工作是什么情况？结婚之前他就已经就是生病了，就没有工作了。因为当时做手术嘛，然后就拖了一段时间，就一直没有工作，一直到我们结婚。结婚以后呢，就是2年了，到现在也还是没有工作。身体恢复还没有恢复好，我就一直没有工作。然后他现在等于是就是一直想让我去上班，就一直在说给你找个工作吧。每天就这样。他说他给你找个工作。是这样的，我当时看他就是自己也不愿意去找工作，只能是我去帮他找工作了。然后我当时我说那我去吧，我去看看。我去了以后是在一个便利店，然后就说要上8个小时，而且是全程站着的，就是不能休息，不能坐着。那我身体我一直站8个小时，我肯定是受不了的。在你做完手术多长时间之后给你找了这份工作呢？2年左右。现在身体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就你自己的感受。就是我之前如果出去买菜的话，我走的时间长，我可能会就是很累。所以他给你找了这一个工作，你觉得不合适，然后就没去上。对，说身体不舒服什么的，我也就没有要求他去上这个夜班了。后来我又托朋友关系找了一份客服的工作，待遇也比以前更好，朝9晚5，那个月休8天。我朋友说只要你媳妇儿好好干，一个月挣5、6千块钱一点问题都没有，又不累。但是他呢，就是上2天班之后，第3天班他就不去上了，然后还是我朋友打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说你今天媳妇儿怎么没去上班啊？打电话也不通。结果我说我给打电话问问他吧，电话里边他还嘴硬跟我说他就在上班呢。我说你现在要上班的话，我现在去公司找你去。这才跟我说实话，他说他闺蜜逛街去了。
给我找了一个客服的工作，然后就是每天要解决那些客诉的问题，就是每天打过来电话，要么就是抱怨，要么就是指责，就是在解决一些对，就是很情绪上的问题。负能量太多。对，负能量特别大，我根本就接不住那些话嘛。然后我就觉得，那我现在养身体肯定是，就是医生也说了，让我保持好的心情，就不要就有那些负面的东西。一开始我为什么没敢跟他说呢？我就是觉得我要是跟他说的话，他肯定又跟我大吵一架。你起码也得跟班上的同事说一声，怎么会人家觉得你没上班还得问你老公人呢？比如说部门领导，你得跟人说一声吧，这没人了吗？对，这事儿反正是弄得我在我朋友面前特别没面子。不是，还有一点我不理解，您不是刚才买个菜走2步会累，怎么还跟闺蜜逛街？对，所以说让她上班挣钱她嫌累，跟闺蜜逛街她就不嫌累了。我说咱们就是过日子，咱都总得往下过吧，对吧？咱不能说光指望我一个人，我一个人现在又要挣钱，又要交房贷，又要管家里吃喝拉撒什么的，压力真的特别大。我也有自己的工作，就是我在那个网络平台上，我有时候也会发一些就是那种优惠券或者是电影票之类的，类似他们说的副业那样子，我也有一部分收入，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收入。哦，他每个月挣的那仨瓜俩枣，连交电费都不够，就只能当个零花钱。那是多少钱呢？到底？就每个月大概也就几百块钱吧。我就感觉他现在特别不在乎我，就是不拿我身体当回事儿，我就感觉他就让我上班就是要钱不要命的这种感觉，我就觉得我去上这个客服，我去这个岗位，如果我再生病了，我又花个多少钱，那是你能拿出来这个钱，还是我能拿出来这个钱？再休息多长时间，你觉得身体能养得好？你给他一个希望嘛？他不是说现在全是黑暗嘛？哎，你愿意上班吗？如果合适的话，我是愿意去的。什么样的工作你觉得是合适的？如果找一个行政前台，这样很轻松一些的。妈呀，行政类的工作才累呢，姑娘。他意思就是想他找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又挣钱多的，还不累的。您是学什么专业的呀？我之前是学建筑的。行，工作的事儿咱们就先放在这儿。接下来就说说，就是你一直说他，你觉得你是他的拖油瓶。对，他现在就是觉得我像一个拖油瓶，我是他的累赘一样。感觉我每天就在家里又吃又喝，我什么都不干，然后他每天辛辛苦苦在外面挣钱。但是呢，结婚之前他就跟我说他把工资都上交给我，但刚结婚的时候他确实也是这么做的，然后我花钱他也不怎么过问。然后呢，就是从今年开始吧，然后他那个钱就不转给我了，然后就是我给他要点钱也特别费劲。上个月我要交电费，我说你给我500块钱，就支支吾吾半天，然后给我转了200块钱。然后我说我这钱是交电费，我又不是说我自己吃了喝了花了，就是他说200不够吗？200就够了，为什么要500？那是因为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500块钱，我兜里只有200块钱。我说咱们过日子总得为以后将来做打算吧。现在我交完房贷之后根本就存不下来钱。他就是不愿意给我，就现在一直在卡钱嘛。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就是之前的话，他还会给我惊喜，给我买花啊，就是给我买礼物什么的。像今年什么都没有给我买。结果就是前段时间他自己买电脑，买了一台1万多的电脑。那我不抽烟，我不喝酒了，我就愿意下班打打游戏什么的。那我自己挣钱，我自己花，我又没花你的钱。后边我说我想买一件棉服，然后他也不给我买。正好他那个乘客在车上落了一件衣服，他就跟我说，哎，这件衣服挺好的，你穿吧，就不用买了。他让我穿乘客落下的衣服，我就特别过分。我当时觉得关键是那件衣服跟他尺寸差不多，而且我打电话的时候，这乘客也说，那个就落了就不要了吧，就给你了，送你了。然后而且那衣服也挺新的，也挺好的。你们家也不至于这样吧？对呀，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家里是过成什么样，连一件衣服都买不起了吗？就是你根本就不是没有钱，你就是不想给我花而已。包括后面也是。他不给我花钱，就说不让我花他的钱就算了。后边我说想买那个保健品，就是说能提高免疫力嘛，就是能让身体恢复的好一点。我就给我妈要的钱，我说买保健品。结果呢，我买回来那个保健品，他跟我说什么？说买这个没有用，说有这个钱怎么着，还不如存了呢。吃药都治不好的病，你说你吃保健品能治好，那不是浪费钱是什么呀？你的钱我不能花，我妈的钱我也不能花，凭什么呀？管得怎么这么宽呀？哎，他以前是这样的吗？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什么时候开始的？结婚之后。婚前你有花过他的钱吗？婚前我感觉我也没怎么花过他的钱。结婚谈恋爱正常花销吧，反正。我觉得你可能是因为婚前没发现他其实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你婚前也没有花他的钱，对不对？对。就光看到他对你好了，因为好是一个动作嘛，好不是一个利益的输出嘛，对不对？没有牵扯到共同利益啊。对。你们这个跟双方父母的关系怎么样啊？反正每次我说要去我妈那儿，他都不乐意去。他总觉得就是去我妈那儿买东西太多了，然后我就说，那我妈平时就是也会给我们钱，就像我们当时去度蜜月的时候，我妈也给我们钱了，给了我们1人5000。
咱们平时回去看看老人怎么了？就是你买个东西，你能花多少钱？你能花多少钱呀？去1次2次，那1个月带我回他妈那儿一次去4、5回，每回都得提一堆东西，提少了还不高兴。不是说让你买多少钱的东西，那去看你妈妈了吗？我妈现在跟我们住一块儿。你跟婆婆关系怎么样？一般吧。婆婆对于你不工作这事儿，她有什么想法吗？因为他们2个白天不是都上班嘛，然后晚上回来以后，他们总是在那嘀嘀咕咕嘀嘀咕咕，不知道说什么。然后有一次呢，就是声音特别大，我就听见我婆婆在那说我，就说啊，谁家媳妇儿结婚2年了，也不上班也不生孩子，就天天要干什么呀？这样谁养得起啊？就是全是这种话。我妈也是为了我们好，因为我妈年纪也大了，她说你这2年要不生孩子，过2年年纪大了我也给你们带不了孩子，对吧？哎，她一直在提生孩子这个事儿，我都一直没听女生说过。女生现在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呢？我就是想着再养养身体，过2年再生。因为之前在我妈那儿其实也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之前过年的时候，在我妈那儿，就大家都开心的吃饭呢。然后她就非跳出来，就跟我妈说：“妈，我明年要生孩子，要孩子。”我妈肯定是向着我呀。我妈就说：“那再养养吧，就是过2年再生，也不差这2年。”她当时就是跟我妈甩脸子，就跟所有人甩脸子，然后把筷子往那一摔，然后她也不说话了，也不吃饭了。就往那一坐，就整个场面就特别尴尬。我想的是，我们今年都已经多大了？他都29了，要听他妈的，过2年要再生孩子，都30好几了。他现在身体本来就不好，你说过2年要再生孩子，生完孩子身体要更不好，那怎么办呢？你现在考虑到我身体了。而且他现在我们的这个收入主要是都你说，哎呀，我这真的是跟他真的说不通这事儿，你知道吧？之前对你那么无微不至的这个男人，就是你看还会想着把土豆片削得那么薄去给他消肿，做一次都很容易的，久病床前无孝子啊，这不就久病的事儿吗？所以现在其实结了婚之后，男生开始对女生的要求就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对吧？对。你觉得姑娘，你觉得你现在最不能忍受的是什么？就是因为之前那次上班上了2天没有去，后来就是他回来以后，我俩大吵一架嘛，然后他有3天没有理我，就是冷暴力。当时我跟他说话，然后他也不理我，我做饭，然后他也不吃。哦，你现在如果不上班的话，你平时在家是不是会做家务，会做饭啊什么的？对，现在他们2个基本上什么都没管我，家里的家务都是我一个人在做。那我不也做饭了吗？我也做饭了，因为他做饭他不好吃，你做饭，你为啥做饭呀？哦，说我做饭难吃，就说我做那个西红柿炒鸡蛋，说西红柿炒鸡蛋这么简单的一个菜都能做这么难吃，就每天就这样讽刺我说这种话。他就是他们家太惯着他了，结婚之前就什么都不让他动手，所以结婚了以后来我家就什么都不会干。那我之前什么都不干你也知道呀，那我现在结婚了以后你就变了呀，你跟以前不一样了，怎么以前不说呢？就现在就什么都让我来干，然后我干吧还看不到我的劳动成果，就觉得他们自己很辛苦，我什么都没有干。今天您2位来我们节目，你们最主要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是想的就是赶紧让他就是出去找工作，能够有分担一些压力。你要不然就是现在家里咱们生个孩子，对吧？要不然就是你现在别闲着，咱出去找工作，咱以后攒钱。哦，2选1。我感觉我现在身体还没有恢复特别好，我现在去上不了班。那你在这个家待不下去，你怎么办？所以我就在想，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沟通，就是每次讨论都讨论不出来。所以你的诉求是什么？现在就是要么2选1，要么在这个家你就待不下去，你怎么选？我就是想让他别现在让我上班，我就再养一养，等我好了我再去上班。那我问一下，问一个题外话，您婆婆多大岁数了？今年60了。60，身体怎么样？身体还挺好，挺好的。就是她现在也在上班，然后我婆婆就经常在说嘛，就说那我现在60了，我还上班呢，那你为什么一直在家里？你就什么时候能好？就是你不能一直待在家里。哎，真的，姑娘，你告诉她一个答案，你说我需要休息，养好身体。好，比如说我再需要半年的时间，你再给我1年的时间，比如或者我哪项指标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或者医生说怎么回事，我就可以去工作了，或者我就可以生孩子，这咱们才不是能往下聊吗？我们才能帮你们去调和这个。你要是一直说我就是想休息，你无限期的，这怎么办呢？那就是医生现在建议说过2年再要孩子嘛。我再问你一件事儿，哪怕咱们现在开始上班了，过上2年觉得能要孩子了，那年咱也30多了，对吧？对。要了孩子，一怀宝宝，工作还得断，哺乳期的时候工作还得断。对，那要不就是现在我先养好身体，先要孩子。我宁可现在要孩子，我也现在不工作。他有一个排列了。行，反正其实今天2个人的这个目的都挺明确的，然后想要解决的问题也都挺明确的。
咱们接下来先听一下今天我们同样来求助的陈先生和邢女士，您听完他们小两口的故事有啥建议吗？我感觉这男同志太自私了，女孩子呢她身体不好，需要她养养呢，她养养好身体才咱们想要孩子，为了这个家庭。其实吧岁数不大，孩子养好病了，完了要孩子不晚。你要是现在要孩子本身他有病，你要是生孩子他兴许还加重，再等2年再要也不晚。您2位是儿子还是姑娘呀？姑娘儿子都有。都有。哦，行，谢谢您2位啊。接下来咱们听听各位老师们有什么建议。这个女生，我觉得她现在是不想去上班的。我觉得你就是没有从你这个病态中走出来，但是你一定要走出来，你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开始逃避生活。你逃避生活就是想让他关心我一点，就像以前一样。你可以直接跟他说，我需要你关心我，我需要你说好话给我听，但你不要老是拿你的病说事儿。谁都生病，我说实话，你心大了，事儿就小了。他们绝对不是嫌弃你生病，不可能的，你不要这样想，你在钻牛角尖。没有人嫌弃你生病，只是他们想要的是你重新面对生活的态度。第二个就是说，你的帮他的方法是错的，你知道吗？你让他干的那些活真的是对他身体不好的，他真的没有骗你。你想帮他没错，但是你帮错了方式，你也帮错了路径。你要根据他已经有的学科知识来帮助他重新走向社会。他内心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没有自信了，他觉得他走不出这个家门了。我就想就让他先迈出最重要的第一步。我跟你讲，你就鼓励他，让他出去工作，做什么都好，什么都好，只要他去做了，他就一定会越来越好。因为他只有觉得他自己是跟正常人一样的身体了，他现在就觉得他跟正常人不一样。他看你我，每个人都不一样，他觉得他比我们少点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宝贝儿，你先走出去。你要做的就很简单，你不要在他耳边去说任何不好听的话。你从现在开始，你就跟他说，宝宝，我们都支持你出去工作，赚不赚钱无所谓，你别老是拿个赚钱在他头上一把刀一样。别这么讲，你就说赚不赚钱无所谓，我们先走向社会，我们先去相信自己能够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去做到这些事情。我跟你讲，不出3个月，他说不定干得比你出色。首先，我觉得一个女人对于自己的身体有完全的自主权。她认为身体还不够好，不能上班，我觉得是可以不上班。她认为不能生孩子，她当然可以不生孩子。我觉得你要养病，我建议你回娘家。就是你在这个家里面，我觉得你这个身体养不好，为什么？因为刚才王老师也说了，它其实是和情绪是正相关的。你没有办法让自己的情绪变好，你是很难得到痊愈的。所以我建议你啊，是不是考虑回娘家住一段时间，让自己确确实实的、扎扎实实的把身体的底子给打好了啊，这是第2个。第3个呢，姑娘，我觉得有一个问题，生病了不代表你可以脱离社会性。也就是说，在你的身上确实产生了一种懒惰、依赖舒适圈的状态。在这2年里面，你学习了什么？你有没有去为自己未来的方向重新考虑过？有没有去读一个什么样的书？有没有去学一些新的一些技能？因为这些东西其实和你这个身体没有太大的冲突。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你是需要考虑的，以及你在社会性上面，比如说对于一件事情的负责任上面，这些事情是你要重新考虑。人是不能脱离社会，身体再差也不能脱离社会。好，这是第3个。第4个呢，你老公他们现在其实是一种反悔的心态，就他当时选择你的时候，当然是真心选择你，这没有任何问题，我相信真心的，是爱的表现，也没有问题。但是他们当时在选择你作为结婚对象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长期的风险，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短期的风险。也就是说，我这个事儿过了，手术做完了，人出院了，哎，养个半年1年就好了，就没事儿了。他没想到这个事儿居然会延续到好几年，以及延续到未来生孩子的事情，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儿。所以在目前情况下，他和他的母亲之间一直在深深的懊悔，当时没有把这个事儿想清楚。倒也不完全是针对你，只是针对自己当时的那个选择没有想得够深，所以他们才有这个心态。他们现在这个心态是很纠结、很拧巴的，也没有到那种真的要埋怨你啊、责怪你的程度。他现在也责怪的也是自己，
但是呢，责怪自己这个情绪啊，就越来越大，快压不住了。他要怎么办呢？他就希望你能发生一些变化。如果你发生一些变化，他们就有理由来重新说服自己了。你看啊，他其实可以生孩子啊，或者说你看他可以上班，家里面也可以，哪怕你挣个5000块钱，他也觉得也为家里面分散了一下风险。事实上是这么一个心态。所以呢，在这里面，我建议你回娘家也有这一个道理，就是让他妈眼不见不烦。就是少看到你的时候，他就少烦一点。我65岁的人，我在上班，我一65岁老太太，我下班回来看了你翘着脚在那边看电视，他心里不舒服。所以我觉得，怎么样才能够把你养好身体，以及让他们家2个人心里舒服，同时完成。回娘家一段时间，身体底子打好了之后，你觉得在整个生活状态上可以有变化了。再重新再去跟他们去接触，或者重新住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可以考虑的。至于男生，我觉得你的变化稍微快了一点，就是结婚毕竟才2年，我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你这2年态度的变化稍微大了一点啊！我相信这里面是由你母亲的一个态度对你的影响，你母亲有这样的态度，我完全能理解。但是你别忘了，你是爱她的。有爱在这边打底，你的态度就不能口出恶言。你现在已经有压不住那种口出恶言的状态要出来了，你得控制一下自己。这是你选的老婆，是你爱过的女人。谢谢陆琪老师啊！如果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找陆琪老师解决问题，你们只要去微信搜索我们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到陆琪老师了。那么当然大家可以提一下你是爱宝的忠实粉丝啊，这样我们有新人礼包给大家。我其实看这个问题和前面2位老师还都有点不一样的一个角度是什么呢？我在想一件事儿，我觉得这个病啊，给你们的爱情加了个滤镜。就是你们2个人是在相恋不久的时候，女生发现生病了，对不对？对，刚才说到3个月是吧？对，3个月的时候，爱能有多深啊？他之所以能够对你不离不弃，我不否认他喜欢你，他对你有爱，但是绝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爱的轰轰烈烈。只不过这个时候人性的光辉在闪耀，这就好比我身边一个同事，我身边一个朋友病了，对吧？我们这个时候不能见死不救啊，这个时候是他人性的光辉，并不是爱。所以你误以为了他对你的爱有多么的深沉，多么的伟大，你现在才会在婚后闹这种各种各样的别扭，觉得他不如曾经对你好啦，他不如曾经爱你啦，他以前对你怎么样。姑娘，任何一个男人在结了婚之后都没有恋爱的时候对他好，你生病的时候他对你的好，就是你此生高光时刻了。再下一次可能就是在你怀孕生孩子了。所以你现在对他提出的这些要求，让他像以前对你一样好，第一是不可能，第二他根本做不到，因为这个爱已经被这些琐事儿和你的病还有他对你的不满消耗殆尽了。他现在不恨你不讨厌你，你就烧高香吧。我的话说的比较直白，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姑娘。所以你现在就一件事儿，认清现状。现状是你们已经因为这一场病走进了这段婚姻，我们不能再把这段婚姻拖垮了，除非你们2个人现在非常清醒的说对不起，过不下去了，那就和平分开，谁也别折磨谁，趁现在还没有孩子的时候。但是如果你们2个人说既然我们选择走进婚姻了，我们就一定有什么困难要共同给他克服，那现在就不要敌对，我们把对方当成自己的人生战友。女生收起你对他的那些要求，男生同样的。你管这叫人性的光辉是吧？那起码他有过人性的光辉啊，对吧？一个有人性光辉的人还是难得的吧？他当初跟你结婚的时候，是你已经做完手术了，对吗？对。他明知道你得了这个病，然后他依然跟你结婚了，然后依然是给了彩礼，买了3金，对吗？对。所以呢，他曾经因为咱们哪怕有过这个病，他也愿意跟你结婚，起码咱当初没挑错人，对吧？那我问一下，一个60岁的婆婆在外面工作，起码到现在结婚2年，这个婆婆跟你啊面上没有冲突，对吗？
这个婆婆算不算还行？是。行嘞，这个丈夫没什么罪过，如果他现在就想跟你分开，可理解吗？这事儿好像也能理解。对，咱们先把心理包袱放下，别一来就是你是坏人，你是坏人，没坏人，这里没坏人。小邹啊，你面对一个现实，刚才你妻子在台上就说了，我觉得你还行。你现在就算有别的想法，你妻子也不至于在人格层面就否定了你，她也没有否定你妈妈，客客气气的，人都不错，对不对？你妻子大概率可能这一生不会工作了。我们问了，你妻子说，那我宁可现在我先要孩子。她刚才做了一个选择，宁可先要孩子都不工作。每次问什么时候能养好身体，我先养好身体，这是无限期。然后她哪怕有一天觉得自己身体养好了，她呢要个孩子，有妊娠期，有哺乳期。等这些都过完了，你妻子有可能年近40喽，所以你必须要考虑一件事情，就是你妻子有可能不会去工作，你把这个考虑进去，可能这家就得你扛了。咱面对这个现实好吗？我问一下啊，小石，你觉得我说的这个现实有可能发生吗？就是能不能别逼着我找工作了？不是，就是咱到底想不想工作，你跟他直说。我就是想着等我养好了再工作。无限期，好，看明白了吗，小邹？咱们现在双方都没有任何道德层面的包袱，咱们不要把它上升到那个层面。二位可以选择了。他选择不了。我再告诉你几个事实哈。第一，爱是可以给人力量的，但有的爱却让人丧失了动力，这种爱就很错。第二，如果你的母亲跟你说你不要工作了，这辈子我养你，你可以吗？你答应吗？不答应。哦，为什么？我觉得我现在已经结婚了，我不能靠我母亲了，因为我结婚了，我有自己家了，对不对？我也靠别人了，是吧？有很多的女生在听到一个男人对她说你不用去工作了，我养你，她会选择说不，因为她知道真正在一段爱情里面是要独立的，是要对等的，所以人家说我养你，她就不让人养。不像你，人家明显是养不起你，不养你，希望你去工作，希望你去分担，但我不。这就是你现在的状态，你是在持爱撒娇呢。但这个爱我告诉你，它不是亲情，它是姻亲。和血亲的区别在于哪儿？你的父亲母亲真的是可以说我养你，直到他们在没有能力的时候，但是他们心里是很不放心的。你的病如果还这种状态的话，你永远都养不好，因为你没有病在身体上，你是病在了心里，你有心病了。我的观点很明确，孩子可以暂时不要，因为医生就不建议你要，对吧？但是工作必须要去找，自己找自己喜欢的。你在这一点上，你根本就不去关注他的内在，你不去关注他内心的感受，甚至于你不尊重他为你做出的付出，不尊重啊！人家给你找了一份工作，你招呼都不打就不去了。你现在明明应该已经看到说这种爱已经被消耗掉了，你还在说等我好了。所以你就想，如果没有他，你自己能不能生活生存？你能吗？你可以吗？如果一个妻子都不能说我离开丈夫不能生活的话，请问换做丈夫，他能从你身上拿到什么支持？我再问你一个场景啊，当他的母亲说你为什么不去工作的时候，你有愧疚吗？没有。恕我直言啊，如果你这点都没有的话，我觉得你不值得这个男人以及他的母亲对你好，不值得。因为这份爱你没有给人家去同样的这种付出，你凭什么得到这份爱？接下来你们2位就坐在那个位置上，想一想刚才几位老师说的话。好的。来，我们交换一下位置，有请我们第2组嘉宾。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陈先生，64岁，来自黑龙江务农；邢女士，67岁，来自黑龙江务农。那么
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参加节目的诉求是什么？我老婆因为误会要和我离婚，她现在在姑娘家住呢。今年呢，我参加这个节目，想劝她回来。误会，我老头子一天跟这些老太太眉来眼去的，这一天天他不着家，这是我误会吗？我现在年纪大了，想过一个自由自在的生活，可是他呢，总是疑神疑鬼的怀疑我。他想要这种自由，就让他一个人过吧。为啥老伴儿说您跟别的老太太眉来眼去的呀？有一次我出去玩，玩了中午回来呢，到家呢，他也没做饭，我俩就吵吵起来了，吵得很凶。我隔壁的一个大嫂呢去了劝架，大嫂老向着我，所以在这上俺们俩就产生了矛盾。来劝架了，净他对，他一天一天出去溜达去，完了不在家，我搁家得看孙子干家务活，你回来帮我一把，你不帮我一把，回来还想吃现成饭，趁我不做饭，完了他就跟我俩发牢骚，就跟我俩吵闹，完了俺俩就吵吵起来了。大嫂就过来拉架来了，拉架人是好心，是好心，他说的不对呀，净拍着我不对，说他对。大嫂这么说的，说是你看他干一天活了，累了你就给他做点饭，人家不能不给他做饭呢。他说你和你大嫂俩穿一个裤腿吧，你要如果这样，你们俩去过吧。当时我很生气，我一看他不说人话呀，我把大嫂推走了。我随后我就走了，我就到了小酒馆，生气的情况我是喝点酒回来了。他问你回来干啥？你不跟你大嫂走了吗？你大嫂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你还回来干啥？跟你大嫂那住呗。咱就说这个大嫂，净拍着我不对。大姐，咱不说大嫂了，整个过程隔壁大哥没出来说话吗？他单身，上哪儿找他大哥去？我就说嘛，原来如此。他单身啊，行，这大嫂劝架劝错了，就是人家大嫂拉架拉偏架了，您心里不舒服了嘛，对吧？这也不是他跟人家眉来眼去啊。你听我说，看电影完了，大嫂啊给他拿凳子拿垫儿，没有我这份儿，俺们是邻居。明白了，就这么的。我去了以后的话，我看大嫂坐这个跟那嗑着小瓜子儿，人家乐乐呵呵的。当时那演露天电影，大嫂拿着凳子也带她的凳子了。我先来了，大嫂也来了，俺们坐那个看电影。大嫂问我弟妹没来呀，我说她不一定来了。完了又给隔壁一个人坐了，坐就没有她的位置了吗？没她位置的结果呢，她后期又去了。她到那一看呢。大嫂拿着瓜子儿，可我抓一把磕，因为俺们处的关系比较不错，大事小情的，有点啥活都要我去帮干。他瞅着就这样又来事儿了。我说你跟大嫂眉来眼去吧，你不乐意，说大嫂好，又温柔又体贴，你就这样事儿的话，我能满意吗？你说的他净挑一些不是，我的手机的铃声他也挑。铃声咋的了？他那铃声啊。我爱你，这一辈子做夫妻做不了，做个情人可以。打电话那个彩铃是吧？就是我给你打电话，一听有这首歌是吗？对。哦，这从哪儿找来的歌呀？我买手机时候自带的铃声啊，我自己我也不知道啊。哎，打电话，来喝两盅来。来，咱喝两盅。他俩还老约着一起喝酒是吗？哎，他有事儿，他家做好吃的吧，就招呼他喝酒。哎，喝了吗？喝了吗？大哥说。这我吧，在大嫂家没少喝酒。你俩是单独喝还是有别人？有别人，有我同事啥的。哦，有单独喝过吗？有过一次，他上小鸡儿找我喝酒。啊，还杀了只鸡。行，哎，单独喝过酒，还有啥？还有一样事儿啊，还有一样啥事儿？我说芒果好吃，他搁网上给我往回买芒果，买芒果，咱说他要告我一声，啥毛病不犯啊？没告我，给我买回来一件，哎，搁二厂给他大嫂又买一件。我回来我问他，他吞吞吐吐的。其实你是误会，哎，当时是这样式的，我们那个地区没有芒果。给网上我给他邮回来的啊，邮一看网上吧，买一件吧贵，我就买了2件。哎呀，多乐大嫂对咱们关系也挺好的，人家吃啥也不忘了咱们，我给大嫂也带一件吧。
你是都寄到你们家，还是分别寄的？都是我的名字。我给大嫂打的电话，为啥我没让她知道？因为她一直老磨叽我，不是我和大嫂这么的那么的了，所以说我反对这事，我就不让她知道了。回来我问你，你还吞吞吐吐的，我摸起烧叉子，好家伙！我不揍你一顿，我就揍他了。当时他打我呀，我就跑了。等我跑了回来以后呢，咋样？还是这样，总怀疑我和大嫂有什么关系。其实我没有。有一次呢，我又去喝酒了，他又说你又去喝酒，上大嫂那喝酒。我说没有，又跟我俩弄气儿，又走了。这不是又出去溜达去了？我打电话我说你搁哪呢？他没糊弄我，搁哪玩呢？啊，我看看都谁玩呢？去了一瞅，好家伙，那个女的让我给你整散了，这个又勾搭一个啊！我就把那扑克我就给他抓回来了，我就给他撕巴了，桌子我给他周了，这家下地了，劈刀盖脑。他这样的话，你说你没问个清楚道白，进屋就把牌给撕了，把桌子周了，这帮还有同学五马长枪，我能不打我多没面子呀？那你也没给我留面子呀。因为这事儿，您就回儿子家了是吗？就他回女儿家了。回女儿家了，儿家我也去，姑娘家我也待。反正就是不回和他的家。我就没回去跟咱俩搁一起待。你俩现在是不是要准备就离婚了？不想过了，我就不跟你多长时间没回家了？已经？哎呀，我们俩已经都1年多了。1年多了。对。那今儿来这是啥意思呢？就是要怎么着？我的意思想求助你们劝劝他，把我们俩还和好。他始终不同意，我怎么说？我去找他2次，我儿女那么送回去，儿女不同意，他都不干啊。他就是跟想跟我俩离婚，就怀疑我和大嫂如何。最主要的矛盾，我来替你们总结一下啊。阿姨觉得叔叔第一，不干家务，不帮忙带孙子，然后是家里的活都不管。对。哎，第二，跟这个大嫂眉来眼去的，暧昧不清的。然后也不顾及他的感受，第三还动手打他，就是打对吧？所以就觉得不想过了，是不是？不想过了啊！我还没说完呢，还没完呢。我兄弟出车祸不能自理，还有这么高的侄子啥的，家庭非常困难。我当哥哥的一奶同胞，给兄弟买米买面，孩子买衣服，他就跟我俩干仗。你说你兄弟你疼吧，我承认也是对的。你对我都这样，你还疼你兄弟，你都不疼我，我还让你疼你兄弟去？你要对我好点，我能不让你疼你兄弟吗？那你要是好好的对我，我能对你不好吗？啊，我能不在家吗？那我对你哪点不好啊？你都不帮我，啥也不管我，我回来又不是这个部队帮你干上哄孙子呢，还又把孙子哄浆糊了。哦呀，倒泔水桶呢，说我倒的近；抱柴火呢，说我柴火撅的短。别激动，大哥，我问一下，您现在想让我们大嫂回家是吧？对呀。她回家之后继续念叨你，你听着吗？我当然听。这回听完这些话，还出去玩去吗？不玩了啊，不像以前那样。你为什么要让她回来啊？让我听点意思，不是你一个人挺好的吗？因为我的让他回来的意思是你互相有个照应。那你现在一个人过得怎么样？我一个人过不行。为什么不行啊？因为没疼没热，儿女忙啊，所以说呢，所以你就想到他的好了。对，他确实对我好。那您现在还去大嫂那儿帮忙吗？现在和大嫂都不联系了。我儿女的话吧，早都让我回去跟他过。我有气，我一肚气，你一点都不疼爱我。我有点太伤心了，你说你要是回来疼疼我，你要给你兄弟说是花点钱，照顾兄弟，我能不让你吗？大姐，你要不就开个条件，你做到什么我就回来。做到什么我也不想跟他过了，我太伤心了。您今儿就是打定主意就不过了，我感冒了，我说你给我买点药哈，你照顾我。他说啥呢？哎呀，这感冒这传染病啊，这我离你远点，别把我传染上。怎么在这？怎么老师怎么听的？这孩子怎么身上怎么心里咋想的？真的，他也没照顾我呀。后来他也感冒了，他张我让我
照顾他啊。我说这回你也知道了哈，我也怕传染呢，我也不能照顾你，你疼着去吧。我就这么的，俺俩这么越整越生。哎呀，逼得我儿女早都让我都去过好几次了，让我回去。求他，我他说的都挺好。我向你发誓，他不听我的，所以说我来到节目组，让各位老师把他给我劝回去。我们也大概知道了。反正今天就是阿姨就是打定主意，就是我怎么着都不回，然后叔叔就是你们帮忙吧，我得让他回来。这已经都分居1年了，这时间也够长的了。二位刚结婚的小夫妻，你们听完他们的故事有什么建议吗？这如果是你们的爹妈怎么办呢？其实我觉得我是挺羡慕叔叔阿姨这种感情的吧，毕竟也是吵吵闹闹的过了一辈子了，就这么打还羡慕呢？对，不是，也不是说就这么打，就反正也是吵吵闹闹能过了这么久了吧？不像我们现在可能结婚才2年，就可能婚姻可能就出现问题了吧？我是觉得，其实一个女人就是想要的可能并不多，无非就是对她的偏爱，不是说这种没有边界感的爱吧？哪怕就是叔叔对那个阿姨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其实阿姨也能看到的，她就也会把她自己所有的爱，所有的都回报回去。好，来，我们接下来就听听老师给您2位什么建议啊？但是我跟你讲，人就是这样，就是往往就是冲突，它往往会伴随着转机，但是一旦没有冲突，你这个事儿就无解。他之前选择跟你冷处理，他可以1年都不回家啊，那个时候我跟你说，真没办法，真没招。现在他今天愿意来这儿，是说明了不是因为你表现好，是因为你的孩子孙子表现好。人阿姨是看孩子孙子份上，对，才在考虑说，哎，要不要给你一个机会？那么一般老年人吵架，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你们要寻求共识，而不是陷入一种内斗。您经常很容易先挑起战争，是你自己的一些行为边界出了问题，然后让阿姨觉得不舒服了。相反，你还要去指责她，是你想太多，是你有问题，咱这样是不对的。那你要真的不后悔，但你就去做那个事儿，你永远别承认你有错。你到今天这来，你不就是为了想承认你有错，把它哄回去吗？对，对吧？对。那你就直接上来承认错误就好了呀。你上来指着他说1、2、3、4、5、6、7，你能不能跟我学一下？下次你说完他的缺点之后，你说一句，但是我还是很爱你，我还是想让你回家。你每次只说前面的那半段，后面那2句话你憋在心里你不讲，这阿姨是有读心术呢还是怎么回事？你这把人伤了，把人打了，你什么都没有，你就想让人回去。还有他吃醋是因为他爱你，他关心你。你就你那铃声，你那手机铃声，谁听谁都生气。你要考虑别人的心情。还有一点就是，阿姨说你脾气不好，这脾气是确实是不是很好，这咱要改。然后完了呢，我觉得你应该去做一点实质性的付出和补偿。过去的事儿咱也谁都不记仇啊，就是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咱以后千万不要说什么你生病了我不管你，我生病了就你不管我这种事儿，咱千万就别干了。就您作为一个男人，我觉得您格局大一点，您是一个男的，你本来就比人家能干，然后比人家就是有体力，我觉得你多关心关心一点阿姨。您不能要求你的老婆就是来管你吃喝拉撒的，这是不对的。你要说让你的老婆来跟你一起经营生活的话，你不能只索取不付出。你回家没饭吃，那你不能早点回去你自己做呀？你不能给他做一顿吗？就非得一辈子了，就是几十年过来了，这个女人付出了多少？为什么就不能唠你一句好话呢？对，你对什么对？你赶紧表态呀！你再跟我对有啥用？你跟人家说道歉。你先道歉。老婆，你相信我，我以后要对你好。在家我哪儿也不去了，也不打牌了，在守着家帮你干活，哄孙子。不作了？不作了。那我还得考虑考虑吧。那你交给陆琪老师。好吧，开了个头。行啊，大姐，我听懂了你的几个诉求，我听懂。你虽然你说你怎么也不回去，但我听懂你几个诉求，我给你捋一捋啊。第一个，不能再做街溜子了，就很简单。不能在外面吃饭了，不能在外面喝酒了，要吃饭你得回家吃。没有特殊情况，没有报告过，没有大姐同意，你就不能在外面吃饭喝酒，行吗？
行，好，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家里面得干活，做饭、做家务、带孙子，3件事里面你至少要选1件做。大姐，你觉得呢？能干不对？能不能干？能干，可以干是吧？对，可以干。啊，好，这是第2个，好吧？第3个，如果要出去溜达，得带上大姐一起出去溜达，也就是说，每天得带大姐到外面去溜达溜达，得让所有人看到呀。我疼老婆，我宠老婆，大姐你说对吧？是吧？能做到吗？能做到。好，这是第3个。第4个也很重要，你得在你的朋友圈里面郑重向大姐道歉，给你那些什么同学啊、朋友啊都得看到，你郑重向他道歉。之前是你错了，你不该动手，对吧？你以后都得听老婆的，得让所有人，包括像全村的人都知道，你得向大姐道歉，行吗？能做到吗？行，能做到，能做到。只要他回去咋的都行。这4条，大姐你觉得行吗？可以。你还有别的什么条件不？那你得说到哪就得做到哪。哎，这4个必须做到，我都已经给你列出来了，你分别要做什么，对吧？对，全部做到。大姐，原谅你。解决问题还得看咱们陆琪老师啊，所以呢，现在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们如果想要找陆琪老师解决问题呢，只要在微信上搜索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到他。同时，如果你提你自己是我们爱宝的忠实粉丝，还能获得新人礼包。我说点泼冷水的话行吗？啊，都过到这个岁数了，能改吗？改不了，我看到。对呀，我看到您2位就想到我已故的爷爷奶奶。他们会有一些我们现在看过来一些不太好的一些习惯，但是他改不了。这样的情况你们已经伴随一生，都过到这个年纪了，64、67岁，他这个脾气他能改吗？他改不了。阿姨，你这个脾气能改吗？改不了，那怎么办？叔叔已经做出一个很大的让步了。说白了，就是因为大嫂那件事儿，您心中不悦，他已经跟大嫂断绝来往了。对，他断了，对不对？我泼的这盆冷水，就是想跟您说什么？他能做出那一个让步，就已经证明他在向您低头认错了。所以您接下来能不能再去忍受过去的生活？您就自己认真的想想，如果真的忍受不了了的话，您想想接下来怎么办？如果能忍受得了，您就不要提那些什么这个要求那个要求，因为您自己心里面知道，您提出来他也改不了啊。我就是泼点冷水的话，来交给您了，雷老师。我考虑考虑吧。这个得充分考虑儿子和女儿的意见。就是儿子跟姑娘的意见，我上这儿来的，说我这么大岁数了，啊，我爸爸给你低头认罪了，你得给个面子，让我们儿女少操心。你说你当过了，他当过了，让我们儿女多操心呢？就这么的，我跟他来的。主要操心的是他，因为他本来他也不照顾您，真要是有个头疼脑热，被操心的还不是他吗？所以您的儿子和女儿主要是担心你，才劝的妈妈。妈妈是因为给他们面子不得不来了，所以您看您在这家里。您在这家里已经变成了所有人都得把您特当回事儿，但其实所有人都觉得您做的事儿不对，好吗？对，咱别不懂事儿了。对啊，我要是您的话，也甭什么朋友圈里面道歉了，就现在往这儿一站，我打你，我不懂事儿，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跟他说，是我对不起你了。现在想起是说对不起了，哎呀，一时冲动。你60多岁老头儿，今儿站这都已经说了100遍对不起了。真的，阿姨您得过就放过人家吧，真的。大姐，离吧，干嘛为儿女啊？都为一辈子了，对不对？这40多年的感情不算什么，对不对？没有了信任，他做了对不起您的事儿，是吧？离了吧，离。俺俩也都大半辈子。那干嘛不在生活当中离啊？儿女叫来就来啊。都到最后了，大哥都几次跟您认错了，怎么着还说我为了儿女，我替他们照顾你，咱不至于。有话好好说，咱跟大哥说。我就是心里也出气。哎，对我这出气，说一说，我说你们大伙儿吧，必须我们俩不过了，我这心里憋气还。当然了，这么的话，我跟您说呀，我出气。
最后如果您俩真不过了，您非得气死不可。对，您这不就是把位置拱手相让吗？人家没什么事儿，也让您啊给推成了什么事儿。咱该啊点到为止的时候，咱就停。大哥也是要面子的人啊，您就听我的啊。你们两口这个行为啊模式啊改不了，就是打打闹闹、争争吵吵，又谁都离不开谁。给台阶儿，孩子们给了一台阶儿，咱就坡就下，别拘着了，好不好？给老公点面子，适可而止，这好吧，老师，就是黄昏恋的精髓。差不多得了。其实就当来我们这儿撒撒气来，撒撒气。你看这么多人都说了，对吧？是的，对，撒撒气。所以待会儿啊，您要是回家的话，您就从那个门出来，你们俩人一起出来。您要是想说我还没想明白，我还气儿没撒够呢，您就别出来，好吗？那好吧，好吧，好吧。您二位给你们一个出来的条件，如果女生有想要去找工作的意愿了，我开始为这事儿准备了，你就出来。如果你还是来的时候那套说辞，说啊不行，我得先养好，我也不知道养到什么时候才能好，反正就是我就是不想工作，你就不用出来了。男生你出来的条件是什么呢？我可以接受我老婆暂时不工作，暂时不生孩子，就继续维持现状。你如果要是接受不了这个东西的话，我们俩又过不下去了，你就可以不出来了，好不好？好，这是我给你们设的条件，都明白这个条件了哈？好嘞，那行，那感谢我们两组嘉宾，请各自回到门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期待一下今天我们的第一组的这个小夫妻啊，是否会选择出来呢？我们刚才是给了一些预设条件的啊。那在开门之前呢，要提醒一下大家，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好了，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3、2、1，起开门。应该会出来的。我也觉得会出来。会的，会的，会的，会的。他愿意就是为找工作做准备了，然后我也愿意去等他一段时间有所改变，然后我也会对他态度也会有所改变。我觉得我确实该做出改变了，就是我不能一直这么下去。姑娘，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大家劝你工作，真的是为了你自己，不是为了你们两个人的感情，是因为你要对自己的人生有所保障，对不对？对。好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们二人，抱抱对方吧。祝你们幸福，祝你们身体健康，好不好？身体健康。好，谢谢你们来到节目。来，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对打了一辈子，最后能不能打散呢？来，我们一起揭晓答案。3、2、1，请开门。咦，走了吗？哦。手拉手来的。这是要回家了，回家多好呀！回家，赶紧回家。阿姨，这是要回家了，是不是？回家。哎，我那4条能不能做到？能做到。你要早这样事儿，咱俩至于上这儿来吗？哎呀，这是我们的功劳，阿姨。对，互相抱抱对方。别不好意思，别不好意思，抱一抱，抱一抱。这辈子可能都没怎么好好拥抱过，不能撒手啊。你看呀，他们两个人拥抱都不会，对，可能这辈子都没怎么好好拥抱过，是不是？对。以后每天在屯子里面，大哥就搂着大姐每天溜达，是吧？让村子里面人好好看一看，对，是不是有多恩爱？谢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来这边请。谢谢啊。要早这样事儿的话，咱至于上这儿来吗？各位老师再见。好啦，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